又到了我们聊天的时间，可能这个会比较短。然后我发觉前2个 video 我都是在讲灵体不自然的死亡状况之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和感受。很多人就问我，如果是顺其自然，就是生老病死这一种，不是意外走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存在？我突然觉得这个 series 应该就是讲死亡过后的状态吧，就很顺其自然来到这个 topic。其实自然走的人呢，很多时候他们需要7天到49天的时间去适应。所谓的自然走，就是你的寿命已经到了，就算是病痛走的也是同样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7到49天的这个 period gap？就是你没有身体了，然后你的灵魂还继续存在，那么你要继续存在在另外一个维度的时候，你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所以大部分可能在7天以内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走了，他们可能处于一个很迷茫的状态，以为自己还在病痛，其实他们算是脱离了这个身体的病痛，只是在意识上呢，他们还留着这个很 strong 的 memory， 就是他们病痛走的，所以一般需要一点时间去 adjust 过后，他就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原来我已经走了，只有我的意识存在而已。然后为什么是要从7天到49天？因为我发觉在我通灵过程里面，很多时候就是刚走的灵魂都比较迷茫吧，就是他们有一些还会喊痛，我会跟他们说，哎，不是的，其实你已经走了，就是在你意识上是这样子。今天比较特别的，我想讲一下我所谓的 X file，有一些灵体呢，他们可能处于就是突然间走的，然后不知道自己走了，就好比谋杀那一种。又或者是他们在昏迷期间，就是我曾经有看过一个 case 呢，因为家人求助我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自杀未遂，然后昏迷了。然后当我跟这一个事主，就是出事的人讲他为什么不回去他的 body 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已经走了。然后我讲哈没有，你还在那边复习着，不信你看。然后他讲没有，我已经走了。然后他当时候还跟我讲，就是他已经安排好一个冥婚，要跟其中另外一个女鬼他认识的一起走。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处于这么迷茫的状态？如果这个人是属于昏迷的状态的话，他的灵魂可能觉得他已经走了，再不然呢，他就觉得他好像日常一般的生活，可是只是他灵魂出窍，而不是他的身体已经走了。这个是指那一些火马的人吧，因为我跟家人讲的时候，他们也不信。我说我们需要就是做些什么，然后他们就讲，你要告诉我，就是他家里哪一个 spot 闹鬼。然后我讲哈什么东西来的？然后那些鬼不会飘来飘去的嘛，一直站在角落的嘛，还是怎样？就是他讲我请了2个师傅过来，他们都能精准的讲出他们平常在哪里。我在想，就是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解决，rather than asking me where does the spirit hang out most of the time and where is this active spot。我跟你讲，你要去就是去把这个昏迷的人招魂回来。所以 guys 他们讲，他们就认为我讲不出那个 spot，但是我觉得这个 spot is not the big deal。然后反正他们也看了其他师傅，我就想 OK 了，随便你。But you got bigger problems，就是 you have to fix it now。就怎样把一个抠门的人召唤回来，那么就很简单。其实我觉得方法有，就是在他的身边那边一直要有肢体的这个接触，就包括握住他的手啊，摸他的脸、亲他的脸啊，whoever you are，就比如说，如果你是 wife、husband or lover，你就应该就是讲述很多你们的 memory，就唤醒他，因为呢。灵魂出窍昏迷的人呢，他们的灵魂是不 attached to the body，然后你要唤醒他的这个 body，你要取一个 something，
in their body. That means their brain. 其实这个真的是有用的。然后我也建议，如果你们有谁认识的，就把这个方法教给他们吧。然后呢，最好的话就是找魂，请一个师傅回来帮他找一下魂，因为他的魂呢，昏迷了，可能跑去不同其他地方，然后他会觉得自己已经不在，还是他觉得他有回家做自己的东西。这种是我所谓的 X file， 然后的 X file 其实对于我因为通灵师挑战最大的就是失踪者。这些失踪者家人在找住他们就经常问一句话，就是他还活着吗？比如说他被绑架的话，受了一些虐待，然后正在昏迷当中，这样子他就会灵魂出窍，然后他灵魂出窍的时候，可能就会跟家人报梦了，然后家人会梦见他们在 suffering， 可能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已经走了，其实不是，他是属于一个昏迷的状态，又或者是他生死边缘挣扎，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所以这个灵是比较困难做的，在Johor Bahru 就是柔佛州的一个叫蓝湖的地方，然后家人找到我的时候呢，他是说他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柔佛巴西古当蓝湖传出了溺死命案，6名少年趁着屠妖节公假游山玩水，没有想到其中2个人在湖里洗澡时不慎溺水，结果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柔佛州消总局代局长莫哈默里扎指出，15岁的死者莫哈默艾迪和6名同窗结伴攀山以后，顺道在蓝湖洗澡乘凉，死者和另一名朋友突然溺水。消总局接获投报赶到现场，在距离湖边7米外的水深3米处发现了遗体。至于他的朋友则被公众救起，侥幸逃过了一劫。属于废矿湖的蓝湖，之前已经有多名游客失足溺死。尽管当局一度对外关闭蓝湖，不过依然有不少人冒险擅闯。56岁华裔男子昨日傍晚6时致电妻子，他在俗称蓝湖的矿山迷路，找不到下山的路。截至今天下午3点半，他仍失联。对于一个通灵者来说的话，就算我找到他灵魂，他可能觉得他自己走了，可是他还在昏迷着，可能会被 trap 在这个蓝湖的某个地方，因为蓝湖毕竟是一个森林。但是我的这直觉告诉我他已经走了，不过我还不确定，所以我需要更多的evidence to support my theory， 我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我自己用的有包括塔罗牌，还有就是买师傅教的一些方式，就是用这个 lime 去检查这个 result。我还是有试过，就是泡硬币啊，就是这个硬币不是普通的钱，就你需要下法。虽然说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可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毕竟如果这个家人有机会再寻到这个出事的人，就在南湖那边不见的，那我就给错信息。我觉得这个我一般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我都不会相信我自己的直觉。这些灵魂甚至不知道他自己走了。就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他是南湖那个是 trap 在 Orang Burnian 的一个地方，就是精灵之类的，在一个好像 palace 这样子的地方，他以为他进去里面去那边玩，就是他意识完全是处于模糊的。那个案件其实我花了蛮大劲的，就是确定了他走后，因为他尸体还没有在湖里面捞上来，然后也没有证据说他走了，对吗？我去请了当地的山神，这样山神还告诉我，就是他不能随便进去这个 Orang Burnian 的地方，他需要带我去门口请示他们，因为他们那边有结界，他们如果就是给我们进去的话，好像 doing you a favor, like allow you to go in, then 我们才可以开始谈判。在谈判的过程里面，我发觉有三四个灵魂不属于那一边 Orang Burnian 的这个 community，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今天要带走这个灵魂。他们就是
给我提出要求了，这个 part 就不讲了。我说，诶，去那3、4个好像也 doesn't belong here， 可以一起带走了嘛？他讲你今天只能带一个走，我没有办法，毕竟这个家属有求于我，我也不知道其他3、4个到底是谁。然后我就想，算了，好吧，就带一个走吧。这样子，第2天的时候，大概是早上有亲属跟我讲找到他的遗体了。要精准的完成这个任务，其实是要付出很多努力。身为通灵者，就是你要做你的 due diligence，要去看看这些灵魂到底讲的对不对，就是你要cross check with 他的家人。如果是不行的话，你就要用到法器，然后不同的法器里面有不同的 result， 他们给你的 result 是一致的话，这样你的直觉或者是你跟灵魂讨论的时候，这样就不会错了。就好像我去南湖的时候，当时人他不记得他其实是自己跳进去了。其实他跳进去的时候，他挣扎了一下子，他又觉得有点后悔，然后他就想回来。他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走了。我是通过这个不一样的tool去检查的时候，凭直觉我就觉得应该是走了。其实没有这么容易解决这一个事情，闹了一整晚，我好像一整晚都没有休息过，跑上跑下。到最夸张的一点，就是我的小师姐甚至乎梦见我，就是跟她谈病人的东西。可是那个 setting 很奇怪，因为我们是在湖的旁边。然后他就说，我跟他讲了一句，我还有事情要办，我直接跳进去那个湖底里面，包括前面的那2集和今晚的这一集已经 cover 了。就是不自然或者是自然走的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自然走的话，他们一段时间适应了就知道自己走了，或者是他们慢慢的才发觉，原来只是我意识在痛，其实不是我的身体在痛，他们就会慢慢放开。这个大概需要1个星期到49天吧。我看这么多，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人特别慢的，就因人而异吧。所以呢，这个 series 就是我大概讲3集吧，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讲其他的。所以其实做我们通灵的也蛮 challenging， 因为毕竟你不想给 false hope to family， 比如说那个人失踪了，然后你还讲他还活着，什么时候回来，这些我觉得如果if that's not the truth, then you're destroying people's life。我是蛮害怕接这种 case， 因为有点棘手。But 我还是会特别的小心，就是 I'll put extra effort into it to find out 这样子。好吧，今天就大概讲这里。好吧，这样子大家加油，晚安，拜拜。